如果人被吸入飞机发动机当中，还有生还的可能吗？这个问题光脑补就要起鸡皮疙瘩了，这不妥妥的大型绞肉机现场吗？不过虽然这脑洞惊为天人，但现实生活当中确实发生过不少类似的情况，遇难者在瞬间就化为一团血肉模糊的东西。那到底有没有生还的可能呢？答案是还真的有一个。在上世纪就有一名幸运儿活着讲述自己被吸入飞机发动机的全部经历，简直是 buff 全开的节奏啊！然而像这类的事故基本上就不会存在第二个幸运儿了。本期就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被飞机发动机吸入到底有多么的恐怖。1991年2月20日，美国正在经历海湾战争，艾森豪威尔号航空母舰上停放着大量的攻击机，他们不分昼夜不停地起降发动空袭，地勤人员则在甲板上来回忙碌，做好起飞前的一系列准备。可谁也没想到的是，美军大肆攻打伊拉克的时候，后院竟发生了一起离奇的事故。视频当中的男子叫做约翰·布里奇特，他年仅21岁，主要任务是检查 A6 入侵者弹射器的挂钩。事发时是凌晨3点41分，约翰和往常一样给入侵者的起落架做最后的检查，但此时他已经忙昏了头。按照规定，这一操作需要以蹲姿去完成，他却大摇大摆地走向了起落架。要知道，这个时候飞行员已经打开了节流阀，发动机功率正在迅速攀升。紧接着，意外发生了。约翰被飞机发动机巨大的吸引力给吸了进去。据目击者描述，约翰很幸运，最先被吸进去的是他的头盔、外套和工具，这些东西率先被风扇叶片给撕碎，起到了一定的保护作用。另外，飞行员发现发动机故障信号后，立刻关闭了发动机。再者就是 A6 入侵者的设计也救了他一命。该型号的进气口不是很大，发动机最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圆锥体，类似于子弹的形状。当约翰被吸入后，他的手臂伸直，整个身子恰好就卡在了圆锥体和进气口内壁之间，这才避免了被绞成一团。事发之后，其他机组人员都立刻跑向发动机，试图把约翰拉出来。大约过了3分钟，约翰终于从进气口中爬了出来，所有人都又惊又喜。他们本以为约翰的身体早就不像样了，但庆幸的是他捡回了一条命。说真的，就连约翰自己也不敢相信，这次竟能劫后余生。确实，除了环境因素、行动受限之外，飞行员的视野肯定也有盲区，再加上深更半夜的工作，更是容易分神。因此，航母上的地勤人员工作起来确实会更加的危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人被吸入飞机发动机的事故只会发生在军用飞机上。这个新闻相信许多朋友都了解过。2015年12月16日晚上8点40分，一架飞往海德拉巴的 AI619 航班准备在孟买机场起飞，然而5分钟过去了，该航班却紧急暂停。原来，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有一位地勤人员被吸入飞机发动机后当场去世。据回忆，当时接近起飞时间，飞机的副驾驶启动了发动机，可谁知道，这位地勤人员竟然还出现在发动机附近的危险区域，这是非常明显的违规行为。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会站在那里。更可怕的是，尸体早就残缺不全，不夸张的说，死者已经变成了液态，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尸检。根据安全部门发言，此次事故不能排除自杀和谋杀的可能，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下面这个案例并不是因为人为失误造成的，但也是现有几个人类被吸入飞机发动机的案例之一。美国联合航空811航班是从洛杉矶飞往悉尼的定期航班，它途经檀香山和奥兰多。1989年2月24日，这架波音747客机从檀香山国际机场起飞，飞机上共有337名乘客以及18名机组人员。然而，没过多久就发生了悲剧。原来，在飞机攀升过程当中遇到了恶劣天气，为了躲避雷暴，机长决定继续爬升。但随着高度越高，机舱内外的压力差也剧增。此时，乘客们都听到了诡异的噪音。正当大家都在寻找噪音的源头时，只听见砰的一声巨响，飞机开始剧烈摇晃。难以置信的一幕发生了，前货舱突然爆裂。不仅如此，它还在机身上面撕开了一个大口子，所有没有被固定好的东西都被吸入空中。更可怕的是，机舱内的高压空气喷薄而出，客舱地板又严重塌陷，9名乘客连同座椅一起被吸出舱外。由于机身严重受损，机长决定返回檀香山国际机场。因为爆炸性减压，乘客们又严重缺氧，机长又紧急下降了高度，直到让乘客可以呼吸到氧气。但此时情况已经非常糟糕了，飞机的3号发动机已经解体，4号发动机也严重受损，其余装置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损伤。不过好在机组人员足够专业，机长尽量控制飞行速度，防止飞机解体。乘务员也指挥乘客穿上救生衣，做好迫降海面的准备。所有人都做好了最坏的打算。最终，飞机终于安全迫降。
然而，在后面的事故报告当中，飞机的3号发动机扇叶上面留着大量的人体组织，这说明其中有遇难者被吸出舱外后，立刻被卷入发动机当中，变成了一团肉泥。那么，我们来简单了解一下飞机发动机的原理。普通民用客机的发动机为涡扇发动机，它的工作原理就是将空气吸入燃烧室，与喷管喷出的燃料混合进行燃烧，产生的高温高压气流在经过高低压涡轮后，从尾喷管喷出，最后产生推力推动飞机前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飞机停在停机坪不动，只是旋转发动机的话，附近的空气也会出现波动的现象。但即便是在这个时候，也足以将附近的任何东西吸入发动机。就比如波音747的单个发动机，能够产生58000磅的推力，大约为17.4万马力。这个力足以把几十米外的大巴车给吹翻。另外，在起飞时，风扇每分钟可以旋转2800次，每秒可以吸入320公斤的空气，吸力范围大概在10到15米左右。如果在这个范围内活动，就很容易被吸进去，而吸入的后果可想而知。整架飞机不仅耽误行程之外，还有可能产生高昂的维修费和误工费，这个损失可不是任何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所以，不管是人还是物体或者是动物，都是禁止出现在这个范围之内的。另外，还有一种发动机叫做涡喷发动机，多用于战斗机。这种发动机的动力要比刚才讲的涡扇发动机更加强大。当它工作的时候，空气会先被吸入到进气道，压力机高速旋转的叶片对空气进行压缩做功后，使气流的压力和温度升高，再进入燃烧室。从燃烧室流出的高温高压燃气在涡轮内进行膨胀，又将热能转化为机械能，驱动压力机。最后，从涡轮当中流出的高温高压燃气在尾喷管中继续膨胀，以高速沿着发动机轴从喷口向后排出。这一速度比气流进入发动机的速度大得多，从而产生对于发动机的反作用推力，驱使飞机向前推进。所以刚才那位没有被吸入 A6 入侵者的检察员，可想而知有多么的幸运了。而实际上，不管是什么飞机，要想向前飞行并维持一定的高度，发动机就要不停地吸入大量的空气，同时喷出高速燃气，产生推力。所以为了避免人被吸入发动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的远离它。通常在发动机的机舱上都会贴有危险区的警告标识，再次警告地面人员注意安全。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安全的，当地勤人员没有按规定操作，又或者是机组人员之间沟通不畅，总会有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发动机的危险区域。其实，不管是误入的人类还是鸟儿等动物，当事故真正发生的时候，发动机都可以无情地吸入任何物体，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在这个视频之前，飞机发动机吸入人类这些话题，总觉得是脑洞大开的题外话。可实际上，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频繁。对于那些每天都围绕着飞机的地勤人员来说，就是家常便饭，稍有不慎就会丢了小命。像这样离奇的事故，到目前为止，也就只有约翰能够活着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后来，他的事故片段也成为了所有地勤人员安全运行的警告。如果不严格按照安全法规，不仅命丧发动机，还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后果将会不堪设想。毕竟，不管各行各业，安全法规都是受害者的血泪史写成的。那好了，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如果各位觉得视频做得还不错的话，也别忘了点赞、收藏和投币。我是正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吧。